本周将进行无线收发机的实验，主要传递的媒介为红外光，会用到红外线发光二极体、可见光发光二极体以及光电晶体。此外，使用这类主动元件时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称作负载线，也是本周的重点项目。最后，介绍 BJT 常见的电压放大器组态，共涉及放大器。LED 是 Light Emitting Diode 的缩写，可以借由提供电场产生光子发光。发光的色彩决定于二极体材料中的能代差。发光二极体的晶片通常会与光学元件包装在一起。这次实验中的红外光发光二极体，目前仍然常见于遥控器里面。发光二极体本身就是一个二极体，所以电路符号长得很相似，不过会多两个箭头表示射出光线。随着不同颜色的光，发光二极体的切入电压也不一样，设计电路时务必纳入考虑。常见的发光二极体包装已经内含光学组件，在塑胶颗粒的圆周上有一侧具有切平边，相邻的接角就是阴极，必须连接低电位；反之就是阳极，需要连接高电位。使用上记得一定要连接线流电阻，避免电流过大烧毁。与发光二极体工作原理相反的是光二极体，它可以把吸收到的光子转换成电流，而反应时间与光二极体的受光表面积成反比。光二极体常见于太阳能电池中，光电晶体是光二极体的改良，具有一般 BJT 电晶体的结构，目的是为了加强光反应的敏感度。光电晶体通常只具备摄极与极极，极极与极极接面接收光源后，会产生出电子电动对，并随着外部偏压产生电流流动。使用主动元件时，因为元件的电压与电流通常非线性，所以为了确认这个元件目前的工作情形，会透过负载线的分析，得到工作点，而决定出目前的工作状态。后面将以二极体当作例子，实际做一次负载线分析。对二极体来说，本身具有指数型电流电压特性曲线，只要知道二极体跨压，就可以找出该电压产生的电流大小。在二极体外部串接电阻后，可以透过 KVL 与 KCL 列出一条等式，在电流电压图上可以绘制出一条斜直线，这条线称作负载线。负载线可以表示外部电源与外部电阻的关系。最后，把特性曲线与负载线取交集后，会得到一个焦点，此焦点称作工作点。透过工作点可以得知目前二极体的工作状态。以投影片为例，根据工作点可以判断出二极体处在顺向导通的状态。负载线因为与外部电源有关，现在假设外部电源输入一个周期讯号，在接下来两个不同的工作点上，我们可以观察二极体跨压的表现。首先，当工作点比较接近切入电压时，此时正半周讯号与负半周讯号可以输出的幅度完全不同。由投影片图示可以看到，正半周讯号被压缩，负半周则可以完整通过。整个讯号看起来正半周好像被截波一样。假设现在把工作点远离切入电压，此时整个周期可以输出范围变小了，但是输出波的形状可以维持不失真。较好的工作点确实对于波形不失真有很大的帮助。至于波的大小，稍后可以结合放大器再将其放大。最后，介绍一个常见的电压放大器，用 BJT 制作成的共摄极放大器，积极作为输入，极极作为输出，摄极是共用端。这个放大器一般常用来放大很小的电压讯号。使用前，必须透过外部电阻提供适当偏压，让电晶体处在主动区。